大家好，我是财经观察员。近期股票市场呈现了大跌微涨的震动趋势，很多投资者都比较郁闷，怀疑自己是不是买到了山顶。另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则是，还会再跌吗？现在适不适合抄底加仓？在当下波动的市场环境下，我们也有几个想法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本轮股市震荡主要是筹码为主的交易性因素，交易性因素是短期因素，与短期超涨、资金分流、短期事件等多种短期因子相关。短期因素影响短期价格，中长期的基本面则可以消化短期因素。过去10年，核心资产、核心的股票、核心的房子都是一路向上的。虽然短期内会有震荡，但长期来看，每一轮震荡后，这些优质资产的底都要比上一轮的底要高。要赚钱，肯定要等待，跌的时候一定得熬得住。股票市场的波动是很剧烈的，这个市场拿到优质资产的不一定能赚到钱，就好比茅台股大涨，买茅台的也有亏钱的，能穿越时间，长期拿得住好资产的人才能真正赚到钱。我们把时间维度拉长，复盘过去，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引擎是每10年就会换一次的。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靠着劳动力和土地的低成本优势赚到了第一桶金，积攒了大量外汇。那10年里，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富士康作为给全球产业链做代工的公司，也迎来了高速的增长。2010年前，出口是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拉动力，而在4万亿次以之后，直到2019年，基本都是房产和投资拉动的。2021年必将有新的变化，中央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为主体，其实就是要求面向未来，要更多的把满足内需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完整内需体系。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应该如何审视新时代背景下的市场机会呢？内循环的含义很简单，就是一件最终消费品整个生产、消费一系列产业链过程都发生在我们国内，便可以称之为内循环。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中国有6亿低收入群体，他们每月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元，所以国家之后要做的便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脱贫攻坚战、税收的巨大改革，都是为了让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个目标服务。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下，意味着居民的消费需求将会极大的被释放。那么消费什么产品呢？内循环答案是消费国货。此时我们会发现，内循环其实是一套组合拳，一手发力供给，一手调控需求，促使中国经济遍地开花。而中国的消费品牌必将诞生出一批在国内市场极具竞争力的产品，然后这类产品也会进军国际市场。这样看来，新消费在未来的10年都可能会是热门的风口。消费品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整体非常好，春节期间消费超预期，短期看，节前消费板块累计涨幅相对较高，导致波动加大。近期回调后基本接近1月的水平。高端消费品亦是未来增长确定性最强的一类资产，每一轮经济周期都将带来收入的再分配，是支撑高端消费品需求韧性最主要的逻辑。因为新的消费升级产品都离不开高端制造，所以制造业领域建议大家关注产业升级和高端制造带来的抬升机会。聚焦消费、高端制造赛道的基金公司虽然不止一家，但能够理解时代趋势与行业关系的基金公司绝对是稀缺的。国内这方面做得很好的，比如恒悦基金，瞄准的就是大循环格局下的消费发展空间。海通证券统计，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募基金最近1年权益类业绩，恒悦排名第一，也是全行业唯一的权益类整体业绩超100%的公募基金。恒悦的权益投资部总监高楠，作为北大、香港大学的双硕士，从业8年以来，一直是大消费和科技投资领域的代表性选手，每年在不同风格市场行情下的业绩都是领先的。自去年7月担任恒悦核心精选、恒悦研究精选的基金经理以来，两只基金的收益都非常可观。支撑起高楠优秀业绩的，来自于他稀缺且精辟的投资理念，其核心便是如何兼顾成长性和确定性。关于成长性，那就是它在成长的空间上有向上的弹性。如果一个企业所在的产业都进入末期了，基本都是存量的竞争，这样的企业 EPS 便很难继续增长。确定性就是这家公司具有长期的投资价值，它的成长是能确定的，
所以为了兼顾确定性和效率，不管在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下，都要买中期逻辑和长期逻辑共振的股票。熊市不会太差，遇到牛市，弹性就是最大的，带来的投资回报就是最高的。在这样的操盘理念下，恒越基金的产品恒越核心精选混合便是一家企业没有过度透支它的市值天花板，高难基本上是不会卖掉它的。如果一只股票涨幅实在过大，开始透支行业时，即使还有上涨的可能，还是会毅然的卖掉，也就是俗话说的不赚最后一个铜板。根据海通证券、银河证券发布的2020年基金公司投资能力排行榜官方数据，恒越基金全年业绩高达90.75%，在全行业125家公司中取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也是唯一一家2020年整体收益率超90%的基金公司。不论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说，这家基金公司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